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皮，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人类变宝可梦所发生一系列有趣事情的动画短片，其名为《不可思议的迷宫》。故事一开始，小火焰猴为了想成为探险队的成员，前往胖葛丁那里拜师，然而却被一声吼叫声吓得躲了起来。随后又因为被误会是侵入者，吓得立马逃跑。而在这逃跑过程中遇到波加曼，这只波加曼就是人类变的，所以对于小火焰猴的出现非常惊讶。小火焰猴倒非常热心肠的关心起正一脸不知所措波加曼，因为小火焰猴一直叫自己波加曼，波加曼就无语了，老子可是人类啊！然后当着湖水照一下镜子，我靠，我怎么会变成这样？随后小火焰猴提议我们组成探险队吧。对于这突然的请求，波加曼肯定不愿意，但当小火焰猴提到胖葛丁老大见多识广，很有可能知道自己身上所发生的奇怪事情，于是波加曼就跟着小火焰猴一起去了。然刚到那里就被当作入侵者抓了起来。不过这也是好事吧，毕竟终于见到了胖葛丁老大。当波加曼说自己是人类变的时，胖葛丁一开始表示很惊讶，然而当波加曼开始寻找解决办法时，胖葛丁竟然睡着了。主要是他的小弟聒噪了说出了靠谱的信息，原来最近世界各地因为食指齿轮的关系都发生异变，坏的宝可梦越来越多，争端也越来越多了。说完关键信息后，胖葛丁也醒了过来，并正式任命小火焰猴波加曼组成了精灵迷宫队。故事就这么展开了。晚上，小火焰猴和波加曼一起睡觉，注意前方高能。当小火焰猴翻身压住波加曼，这激情四射的时候，波加曼顿时看到未来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时空互换。第二天一早，跟着聒噪了读完誓词之后，一只小电师请求探险队帮自己找到雅尔莎的泥片，因为自己的妹妹身中剧毒，只有雅尔莎的泥片能够救治她。而据胖葛丁所说，雅尔莎在迷宫洞窟里，那里的迷宫可是非常复杂的，再加上雅尔莎又相当厉害，一时间小火焰和波加曼都有点不知所措。见此，胖葛丁则让向日花怪带着他们去。向日花怪可是非常有经验的探险队的成员呢。在去迷宫之前，向日花怪带小火焰和他们来到变异能商店购买道具，而这刚好跟波加曼之前看到的情况一模一样。波加曼不假思索地说出了向日花怪所要购买的所有道具。向日花怪戴的是力量头巾，可以增强自己绝招的力量；小火焰猴则是防御围巾，一定程度上可以免疫伤害。至于波加曼则是幸福蝴蝶结，可以将受到伤害转化为经验值。带着这些神器，精灵迷宫队正式出发了。刚来到洞窟，小火焰猴就遭一群大嘴蝠的围攻，向日花怪及时使用飞跃快刀击退了他们。另外因为防御头巾的关系，小火焰猴是一点事情都没有。三只小精灵继续前进，而当波加曼不小心踩空，小火焰猴继续接住他时，波加曼又看到未来，前方会有塌陷。果不其然，就到了事故将发生的地方。小火焰猴本想继续前进，好在波加曼及时拦下，才躲过一劫。之后，众小精灵又看到受重伤的莲佑队，原来他们也想抢风头，并来挑战雅尔莎，结果被打爆了。身为队长杀手兔奉劝他们不要去，但一想到小电视那可怜的眼神，小火焰猴他们还是决定继续前进。不久后，终于见到雅尔莎，首先肯定是一番交涉，希望雅尔莎能好心的把泥片交给自己。不过交涉不成，只能开战了。雅尔莎一来就一招流沙地狱，波加曼则用几个泡泡破解。见这招没有效果，雅尔莎则使用龙爪，接连重创波加曼和小火焰猴。身为队伍里的大姐大，向日花怪发飙了，一发飞跃快刀，让雅尔莎都直呼这力量真强。接着向日花怪则有打算使用花之舞，见情况不妙，雅尔莎连忙使用颓废技能，向日花怪中招，陷入了对雅尔莎疯狂的按步中。这一步真是相当有意思呢。大姐大无法战斗，那就只能靠小火焰猴和波加曼了，但他们俩的绝招根本不能造成有效的伤害。还好幸福蝴蝶结此刻起了作用，波加曼所受到伤害都转换成了经验值，血泡泡光线，凭此绝招打败了雅尔莎。落败后，雅尔莎则很诚信地将自己的鳞片交给了小火焰猴他们，小电视的妹妹也就恢复了健康。这件事情虽然结束了，但故事却远远没有完。食指齿轮被偷了，而犯人正是森林蜥蜴。我是小皮，咱们下期见。